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美国国安局监控默克尔的事。对于把中国当成最大竞争对手的拜登政府来说，团结盟友是他与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的最大的不同。特朗普在任期间曾经把华为的 5G 技术说成是威胁西方国家信息安全的技术，对华为实施了严厉的制裁，还拉着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拒绝使用华为的设备，逼着英国拆除华为的设备等等。拜登上任以后进一步强化对华为的制裁，还利用捏造的新疆人权问题拉拢欧洲多数国家，对中国发起了外交猛攻。就在这个关键时刻5月30号，丹麦的媒体爆出一个美国窃听盟友的惊天丑闻，而且这个拜登还是事件的主角。根据9名匿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与丹麦情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秘密监控了多名欧洲高级官员。美方利用丹麦的信息电缆，对瑞典、挪威、德国和法国的高级官员进行了窃听。这意味着包括默克尔、马克龙等欧洲国家首脑在内都成了受害者。目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德国方面都没有对这个报道做出回应，但是未来一段时间必然会在西方主要国家之间引发一场信任风暴，这个有可能会让美国围攻华为 5G 的这个头毛破产。根据报道这次窃听事件发生在2012年到2014年，也就是奥巴马执政时期。拜登当时是美国的副总统美国中情局叛逃特工斯诺登就发文称拜登深度参与了窃听事件。这不是美国情报部门第一次窃听盟友的元首。美国国家安全局在2007年就实施过一个棱镜计划，监控的对象之中就包括默克尔。奥巴马在2014年向默克尔许诺说他当政期间不会再监听德国领导人。现在看来了，这个奥巴马是再一次欺骗了德国，而且拜登很可能就是参与者。美国在终止棱镜计划以后，有可能启动了新的替代方案，也就是通过丹麦的海底互联网对盟国领导人进行窃听。据报道美国情报部门专门在哥本哈根以南的一个岛上建立了数据中心，全面监控了窃听对象的网络使用、电话还有短信。这次事件能够被曝光，主要是丹麦的国防情报局高层有3位官员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被停职而带出来的，可以说这是西方国家反腐的意外收获。比较有意思的是，斯诺登在这个事件曝光以后立马发声发表了公开信。他说他要求丹麦和其他的受害国公开所有的信息。要知道斯诺登可是一位被俄罗斯拯救了生命的美国人他在这个时候指责拜登深度参与的这一次丑闻，这个时机不同寻常。拜登将在6月份与普京见面拜登又刚刚放出要求俄罗斯关注人权的狠话，所以这场会面可能会比较热闹。拜登对付俄罗斯的一大底气是有欧洲国家的支持，为了团结德国，甚至还取消了对北溪2号的制裁。一旦窃听丑闻让美国与欧洲主要大国之间形成严重的信任危机，对俄罗斯来讲显然是非常有利的。我们不清楚丹麦的情报丑闻是如何被公开的，但是这一事件显然对美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对中国来说，破解美国极限施压的关键力量也是欧洲。美国想拉拢欧洲，中国也要团结欧洲，而这件事进一步证明中国远比美国更值得信任。华为的 5G 设备更不会对欧洲国家构成威胁，真正威胁欧洲国家信息安全的正是美国。拜登政府凭借自己的实力行事，逼着盟友在中美之间站队，妨碍盟友与中国合作，不给盟友任何的实惠，反而背后捅刀，未来必然会众叛亲离。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儿。